去年底，纽西兰通过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法案，规定纽西兰的年轻人终身都不能买烟，目的就是要让未来世世代代的纽西兰人都不要抽烟。但这样真的就能够彻底解决烟害问题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纽西兰无烟世代法案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近几年来，烟害的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去年 WHO 也表示，烟草是世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共卫生威胁之一。因此，许多的国家都在努力的降低吸烟率，相关的法律也有越来越严格的趋势。去年的12月，纽西兰就通过了无烟环境法修正案，规定在2009年以后出生的纽西兰人终身都禁止买烟，而这也是世上呢第一个禁止整个未来世代抽烟的法律。那在这套创新的法案正式通过之后，也立刻引起了全球的关注跟讨论，甚至包含马来西亚、丹麦等等国家都有意要效仿，也已经开始研拟类似的法案了。但是像纽西兰这样子全面禁烟的法律，真的能够奏效吗？有没有什么争议或隐忧呢？在开始讨论之前，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做网站的需求吗？得过多项国际大奖的简讯设计是你最好的选择。无论是企业官网、互动答题、一页式的网页，或者是大型活动网站，我们都擅长透过资讯设计为你梳理出重要的资讯，再呈现给受众。除此之外，我们在网站制作上面也都符合 Google 的 SEO 规范，并且有直觉好用的后台，让你能够轻松管理内容，持续累积曝光流量。现在就联系我们，让我们根据你的预算跟目标，为你量身打造一个最适合的网站。也欢迎点击资讯栏看我们更多的作品哦。纽西兰这一次的法案呢，是一项长达10多年的无烟家园计划当中一部分。这个计划是在2011年左右由政府机构毛利事务委员会开始推动的。当时纽西兰的全国平均成人吸烟率是 18.2%， 而当地最弱势的群体之一原住民族的毛利人呢，吸烟率却高达 41%， 而且还一直在成长当中。而毛利人因为吸烟造成的患病率跟死亡率也因此比全国平均高出很多。所以毛利事务委员会就针对这个状况提议要设立2025无烟家园的长期目标。隔年，纽西兰也正式接受这样提议，希望在2025年以前让全国的吸烟人口低于 5%。那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们也在这10几年之间推出了许多的措施。过去的10年间，纽西兰在无烟家园的蓝图之下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呢，是逐年的调涨烟税，到现在纽西兰卖的香烟一包就要价超过$20。同时，他们也规定所有市售香烟用统一的外包装，其中呢有 75% 的面积都有警示图文，其他空白的地方呢，则是全用了有最丑颜色之称的 Pantone 448C 给填满。此外呢，纽西兰政府也编列了不少经费来推动烟品控制计划，提供各式各样的戒烟服务，比如像是戒烟专线啊、门诊、药品、教育宣导等等。那在这些措施之下呢，纽西兰的成人吸烟率也从原本的 18.2% 减少到了2022年的 8%， 而毛利人的吸烟率呢，也从 41% 下降到了 19.9%。不过，纽西兰卫生部表示虽然吸烟率确实有很明显下降，但是离2025年全国吸烟人口低于 5% 的目标还是有一段距离，因此他们决定采取更大胆的举动。纽西兰这次通过的无烟环境法修正案当中，最主要的修正内容被称作是无烟世代策略。纽西兰原本的规定是年满18岁才可以买烟，而新版的条文当中又规定禁止贩售任何的烟品给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纽西兰国民，也就是现在14岁以下的人。换句话说，从2027年开始呢，要年满19岁才能够买烟，之后这个年龄就会逐年的上升，到了2050年呢，就要42岁以上才能够买烟了。而这个条文的目的呢，就是希望从小开始杜绝烟瘾的产生，然后随着世代的前进，自动达成全国无烟的目标。此外呢，这个法案呢也伴随着一系列的相关配套规定跟措施，包含了减少市售烟品当中尼古丁的含量到不会让人成瘾的程度，并增加呢对于戒烟相关的活动跟医疗方面的补助，也会针对吸烟率高的原住民社区推出专门的戒烟服务。同时，他们也严格的限制香烟的贩售地点，跟预计呢，在今年底以前，把合法销售烟品的店家数量从原本的6000多间砍到600间左右。这个法案在去年底通过之后呢，也很快的在今年初正式上路了，使得纽西兰成为史上第一个立法规定无烟世代的国家。但是这套大胆创新的法案也引来了很两极的评价。
支持这一次法案的人最主要的一个主张就是健康。纽西兰卫生部长就表示因为吸烟会导致很多的疾病，更是他们国内可预防死因的第一名，所以通过这项法案呢，可以让纽西兰的国民活得更久、更健康。很多的支持者也强调，这条法案并不是要一刀切的逼迫已经有烟瘾的人戒烟，而是让还没有接触到烟品的年轻人未来也不会染上烟瘾，就能够自然而然的终结烟害。此外，纽西兰长期以来受到烟害的问题最困扰、最严重的就是毛利人等等的弱势族群，所以借由这一次的法案也能够去改变这种健康不平等的状况。另外，纽西兰卫生部长还表示这个法案不仅对国民的健康有益，也有额外的好处，因为只要没有人抽烟，自然就不需要去治疗吸烟导致的疾病，那大概呢就能够为纽西兰国库省下几十亿美元的健康福利支出。而至于反对这项法案的人呢，则多半是主张吸烟是个人自由，就算抽烟伤身一个成年人也应该有权替自己判断要不要抽烟，就像人们有权决定自己要不要喝酒、熬夜吃垃圾食物一样。因此，他们反对这种家长式作风的法案，认为国家的权力不应该这样子无限的扩张，什么都要管，也担心如果这次政府禁了烟，那他们呢就会继续用为你好的名义去干涉更多人民的自由，来壮大自己的权利。另外，也有很多人表示，虽然他们认同应该要努力的减少烟害，但觉得目前这套法案有一些疑虑跟漏洞，担心这样子做呢只是治标不治本，甚至会造成更多的问题。这次纽西兰修法所规范的范围呢，并不包含电子烟。换句话说，未来的世代虽然不能够抽纸烟，却还是可以抽电子烟，这就引发了很大的疑虑。因为近几年间呢，纽西兰吸烟人口显著下降的同时，抽电子烟的人数却一直在攀升。官方数据显示，现在有 8.3% 的纽西兰成年人每天都会吸电子烟，而在7年前，这个数字还不到 1%。其中年轻人吸电子烟的人口成长得最快，而且当中有很多人本来没有抽烟习惯。去年的一项调查就显示，纽西兰17到25岁的青年抽电子烟的比例已经从2018年的 5% 上升到了 15%， 而15到17岁的未成年人呢，则从 2% 上升到了 6%。那这个状况可能是因为纽西兰对电子烟的规范相对起步的比较晚，在2020年才修法规定电子烟必须要通过官方的检查才能够合法贩售。而另外近几年纽西兰卫生部呢也以电子烟危害比较小为由，把电子烟当成帮助戒烟的手段之一。批评者认为电子烟也还是会造成健康的危害以及二手烟的问题，而纽西兰政府这样子不管电子烟，等于是让会去抽纸烟的人改抽电子烟而已，吸烟率根本不会真的下降。面对这些质疑纽西兰政府最近也宣布，他们正在研拟相关的措施，希望能够减少年轻人吸食电子烟的状况，比如未来可能会禁止棉花糖或软糖等等容易吸引儿童的电子烟口味。除了电子烟的争议之外呢，包含像是纽西兰的在野党等等一些对于法案有疑虑的人也表示，条文当中的规范太过严格跟急促，可能会严重的冲击相关产业，并导致黑市问题。根据法案政府打算在1年之内把6000多家合法卖烟的商店砍到剩600家。那有人就担心，原本以卖烟作为主要营收来源的小型商店会来不及转型，那就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些小商店的倒闭潮。当地的便利商店团体也抗议说，除了冲击小型商店的生意之外，法案生效之后还会出现犯罪潮，因为可以合法买烟的通路大幅的减少，再加上尼古丁含量比较高的烟品也被禁止贩售，那有的人可能就会干脆透过非法的管道来取得烟品，等于是让帮派还有罪犯去填补这些空白。甚至纽西兰卫生部在官方的报告当中也承认过，可能会有黑市走私的隐忧，所以指出未来需要用更多的资源来进行边境管制。批评者就认为既然会存在这种隐忧，就代表现在的做法有点操之过急了，应该要继续的减低香烟的需求量，等到吸烟人口再降到更低时，再来循序渐进的推行这些措施。但也有人持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个法案已经准备很久了，纽西兰目前也已经是全球吸烟率前几低的国家了，而且有烟瘾的成年人呢，也没有被禁止抽烟，还是有合法的买烟管道，应该不至于造成严重的黑市问题。那虽然纽西兰的这个法案到底会不会让烟品交易地下化，还需要一段时间观察，但在其他的国家确实有发生过因为实施严格的禁烟政策而导致黑市问题的状况。
不丹从2004年开始呢，就基于宗教的原因实施全国禁烟令，全面禁止国人销售、促销、种植跟分销烟草的产品，只开放政府指定机关少量的烟品进口，而且收取高额的税金。同时，非法使用烟品的人呢也会被罚款，而且这个禁令后来也涵盖到了电子烟。不过，这套几乎是全球最严格的禁烟法律，并没有获得非常好的成效。虽然在不丹实施这套法律之前的吸烟率呢，目前我们没有查到比较可信的数据。不过，单就现阶段来说呢，不丹的吸烟率相对其他的国家来说还是偏高。根据 WHO 近几年的调查，不丹大约有25% 的成人还是有吸烟习惯，而13到15岁的青少年呢，更有高达22% 的人会抽烟，而且他们抽的烟多半都是印度走私过来在黑市上面贩售的。因为需求量还是很高，所以即使呢在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还是有很多的走私者铤而走险，硬是偷渡闯过被封锁的国境，而这也增加了病毒流入的风险，逼得不丹政府呢在防疫的考量之下，暂时的解除禁烟令。不过也有推行烟害管制相对成功的案例。新加坡早在1986年就启动了无烟国家的计划，在几十年间呢，分别从教育、吸烟状况普查、增加戒烟资源等等方面着手，一边呢也逐步的限缩吸烟范围，并调高合法的吸烟年龄。而新加坡的吸烟率呢，也从1992年的 18.3% 下降到了2020年的 10%。此外，新加坡近年来也加强对于新型烟品的管制，包含在2018年全面的禁止贩售跟使用电子烟。而至于台湾呢，则从1997年开始实施烟害防治法，并且在2009年修法之后，目前大部分的室内公共场所都已经禁烟，也持续的推动戒烟相关的服务。而成年的吸烟率也从2009年的 21.9% 下降到了2020年的 13.1%。今年台湾也再度修法，采取更严格的管制，包含全面禁止电子烟、纳管加热烟、吸烟年龄上修等等。纽西兰这个无烟世代的法案呢，我们之前有做过一集 Shorts 讨论，当时影片下面的留言几乎一面倒的支持这个法案，很多人也呼吁台湾政府应该要效法。不过，对于台湾适不适合去效法纽西兰实施类似的禁烟政策，就现阶段而言呢，我们是有些疑虑的。我们觉得纽西兰这个法案的设计确实有它巧妙的地方，就是呢，它并没有要强迫已经有烟瘾的人去戒烟，而是把重点放在那些还没有接触到烟品的新世代，让他们不要有机会染上烟瘾。那理想上来说，自然就不会有需要戒烟的问题。只是这个法案很创新又刚推出，所以成效到底会不会这么理想，可能还是要观察一阵子才能够下定论。另外，我们觉得实施这个法案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抽烟率，毕竟抽烟率如果不够低还是可能会有新世代的年轻人被年长的亲友影响而染上烟瘾。纽西兰目前的抽烟率只有 8%， 台湾则是 13%， 有一定的差距。那光纽西兰抽烟率这么低，大家都会担心黑市的问题了。那我们觉得在台湾抽烟率还没有很低的状况之下，就实施类似的法律，可能更容易发生黑市的问题。而且还有一点是，在纽西兰呢，人们可以抽电子烟，而台湾已经立法全面禁止电子烟了。那当年轻人开始抽烟，又没有合法的管道买烟，也没有替代品的话，有需求的人可能还是会转往黑市，用违法的管道来满足需求。所以我们觉得，如果台湾真的想要效法纽西兰，或许可以等到我们的抽烟率跟纽西兰一样降到 8% 左右的时候再来试试看。而且到那个时候，纽西兰这个法律应该也上路一阵子了，那也许就会有更多的实际成效可以拿来借鉴，也说不定哦。好的，那最后想来问大家，你觉得如果要减少烟品危害，应该要怎么做呢？像不丹一样，直接全面的禁止国民抽烟，比像新加坡一样，从教育等等方面着手，再渐渐的增加法律限制。实际上纽西兰一样，从还没有染上烟瘾的新世代下手，逐步的减少吸烟人口。第一步该管我觉得抽烟是个人自由。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纽西兰的无烟法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湾烟害防治法修法以及为什么不让人抽电子烟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力，我是美食队芊芊，这是皮亚哥，我是志奇，我是徐波，我是吴子，有 Lucky Boys。哈密 Video Cat 网红馆发烧强片14天抢先看，恰恰，独家喜剧大片会员无限看。Look at me， 都烂人嘛！他们